Trying to be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如果你的对手每天练2個小時，那很簡單，你就練4個小時。What kind of work they do in the summer, they're never going to catch up. 1篇2篇可能看不出來，但你拉長到1年、2年、3年，每一次都變成了他下一次進化的養分。你們之間的差距會像滾雪球一樣，大到他這輩子都別想追上你。今天呢，我們要來聊一位真正的傳奇 Kobe Bryant。不過，我們不只是要聊他的籃球生涯，我們要來拆解的是，他究竟是怎麼把他那套頂級運動員的心態，變成一套幾乎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拿來用的卓越藍圖。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啊？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明明遭遇了那種足以毀掉整個職業生涯的毀滅性重創，結果他們不但沒有倒下，反而還能像沒事一樣奇蹟似地回到巔峰？這背後到底藏了什麼秘密啊？結果 Kobe 本人他給了一個你可能想都沒想過的答案。It's a simple thing of math. 他說，成功其實只是一道很簡單的數學題。Right. Put the math on that. That's not. 你沒聽錯，數學題。這句話就是我們今天整個分析的核心。我們會深入探討3個關鍵問題。第一，曼巴精神那傳說中的5大支柱到底是什麼？他們又是怎麼運作的？第二，為什麼 Kobe 會那麼堅持說執着是通往偉大的唯一道路？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當我們自己面對恐懼、面對失敗的時候，到底該怎麼像他一樣，把這些鳥事變成我們前進的燃料？歡迎來到傳奇書籤，我是你的主持人阿水。接下來，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探索路線圖。我們會先從解開那道神秘的成功數學題開始，然後呢，深入曼巴精神的核心，把它那5根柱子一根一根拆開來看。再來，直視執着這個詞的真正意義，學習怎麼把失敗當作補品。最後，看看這一切是怎麼超越球場，在我們的真實世界裡發揮作用的。好，那我們就直接來了。什麼是 Kobe 的成功數學呢？這真的不是什麼心靈雞湯哦，而是一種超級務實，甚至可以說是有點冷酷的邏輯。If you want to be a great player, if you play every single day, 2-3 hours, every single day, over the course of a year, how much better are you getting? 你看，它就是他的公式，有夠簡單，但威力強到不行。他說，如果你的對手每天練2個小時，那很簡單，你就練4個小時。1篇2篇可能看不出來，但你拉長到1年、2年、3年，你們之間的差距會像滾雪球一樣，大到他這輩子都別想追上你。這跟天賦無關，這是一個可以計算出來的結果，是用時間和汗水堆出來的必然的結果。這種 relentless 就是永不停止的努力，還有對這套數學公式的極致信仰，最後就濃縮成了一個詞，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曼巴精神。好，那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Trying to be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這就是官方定義。他說，曼巴精神，它的核心不是要你去打敗別人，而是要你努力成為最好的那個版本的自己。If your job is to try to be the best basketball player you can be, right? To do that, you have to practice, you have to train, right? You want to train as much as you can, as often as you can. 意思就是，你每一天真的就是每一天哦，你的目標就只有一個，要比昨天的你更好那麼一點點。就這樣，聽起來很簡單，對吧？但也因為這樣，所以才無比的困難。哦，對了，順便講個有趣的小故事。這個黑曼巴的名字其實是來自電影《追殺比爾》裡面 Black Mamba 一個超強的殺手代號。Kobe 在2003年給自己創造了這個分身，目的很單純，就是為了在球場上的時候可以變成一個絕對冷靜、精準、不受任何情緒干擾的機器，跟私底下的那個自己完全切開。OK， 那我們就來回答剛剛提的第一個大問題：曼巴精神實際上到底要怎麼做？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哦，它其實是有一個行動框架的。這個框架就是由5個非常具體的支柱所構成。你看這張表，這5個詞就是曼巴精神的整個骨架。
韌性、無畏、執着、不懈，還有熱情。你可以把這5個元素想象成是環環相扣的齒輪，少掉任何一個，整個追求卓越的系統就會停擺。舉個例子好了，不懈這個特質驅使他像瘋子一樣去研究對手的比賽錄影帶，細到什麼程度？他連裁判的吹判習慣都會去研究，就為了找到任何一丁點可能的優勢。那這種近乎瘋狂的不懈動力到底哪裡來？答案就是熱情，那種對籃球最純粹的愛，就像他在退休時寫的那首詩《親愛的籃球》一樣。這一份熱情才是支撐這一切艱苦付出的最終燃料。接着，我們來回答第2個核心問題。在這5大支柱裡面，有一個詞最常被大家誤解，甚至覺得有點負面，但 Kobe 卻認為這東西絕對不能沒有，那就是執着。People don't really understand how obsessed I am with winning. It's not, I don't care about anything else on the basketball court but winning. 為什麼他會認為執着才是通往卓越的唯一道路呢？ You train at 4. You go 4 to 6, come home, breakfast, relax, blah, blah, blah. Now you're back at it again. Look how much more training I have done by simply starting at 4. 凌晨4點，這個數字就是對執着最直接的解釋。它不只是早起這麼簡單哦，它代表的是一種心態，就是在你所有的競爭對手都還在睡夢中的時候，你已經在幫自己累積籌碼了。What kind of work they do in the summer, they're never going to catch up, because they're 5 years behind. 這就是他那道成功數學題在每天生活中的實踐。但你知道嗎？驅動這種執着的，其實不是為了掌聲或冠軍戒指。這句話才揭露了最深層的動機。這是一場他跟自己的約定。他說 If I didn't give it everything I had to be the best version of myself, I wouldn't be able to look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對自我尊嚴的絕對要求。好，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了。當這種極致的執着撞上了殘酷的現實，也就是失敗的時候，那該怎麼辦？ What does losing feel like to you? It's exciting because it means you have different ways to get better. There's certain things that you can figure out that you can take advantage of, right? Certain weaknesses that were exposed that you need to shore up, right? So it was exciting. I mean, 這就是曼巴精神最發光的地方，如何把失敗轉化成前進的燃料。你看看他生涯中這幾個關鍵的時間點：1997年，一個菜鳥在季後賽關鍵時刻連續投出好幾顆大麵包；2008年，在總冠軍賽被世仇痛宰；2013年，阿基里事件啪一聲斷掉，這對運動員來說根本就是噩夢，每一次都是足以徹底打垮一個人的沉重打擊，但對他來說，每一次都變成了他下一次進化的養分。他是怎麼辦到的呢？ Saying, okay, I'm going to climb Mount Everest. You're at the bottom of the mountain and you look up and you're going, I'm not going to climb Mount Everest, right? But if you break it down into sections and you just 1 foot in front of the other, 1 step at a time, next thing you know, you're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你要做的是把這個巨大的目標拆解成一個又一個你可以執行的小步驟，這就是他從阿基里斯腱斷裂中恢復過來的方法。今天的目標是腳趾頭能動一下就好，明天的目標是能自己下床站着，把那個看似不可能的挑戰分解成你眼前這一步。這些原則最終也證明了他們可以用在任何地方。科比的第2人生就是曼巴精神在商場和創作領域一次最完美的實踐。他退休之後開了多媒體公司，結果拿了個奧斯卡獎。他跟人合夥創立的創投基金規模成長了20倍，他寫的書變成了暢銷經典。你看，他其實只是把球場上那套拆解問題、執着投入、從失敗中學習的系統，完完整整的搬到了一個全新的戰場上而已啊。而最有趣的是他自己的感受。他說 I could always visualize myself hitting the game-winning shot, but I never imagined I'd go into business. And because it was all uncharted territory, it actually made it even more fun. 在一個全新的領域，
用同樣的方法取得成功，那種滿足感對他來說甚至超越了籃球帶給他的一切。所以說了這麼多，最終的問題其實回到了我們自己身上。科比的曼巴精神是關於成為最好的籃球員、最好的創作者。那什麼是你自己的曼巴精神呢？在你現在的工作、你的生活、你最有熱情的那個領域裡面，你的零前4點是什麼？你想要征服的那座聖母峰又會是什麼呢？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內容分析，請幫我按個喜歡，這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也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然後打開小鈴鐺。我們下次見。